大家好，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今天主要想分享的是我们团队在Web 跟 XR 结合这个方向上面，API 实现层，包括最终的业务落地上面的一些实践以及探索。先介绍一下我们团队，我们是字节跳动的跨平台基建团队，我们在整个研发生态圈里面的位置大概是图上这个绿点儿。我们从就社区和业界去吸收最新的这种标准规范以及最佳实践，然后我们应用到实际业务问题当中的解决当中。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些在还没有标准化的前沿领域，就比如说 XR 领域，去做一些探索，来去实践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也非常愿意、非常希望把这些想法再回馈给社区。然后这边是我们参与 XR 就是 XR 平台一个发展的一些时间点。当然我知道今天可能有很多线上和线上的一些平台的厂商、设备的厂商，就这里可能遗漏了很多重要的时间点，大家都很重要，但是我们只是想为了表达，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领域的后来者，我们从21年才开始相关的研发工作，所以也从这个平台的先行者那里获取了很多这种实践上的经验。然后这里是我们看到并且想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XR 平台的一个生态的问题，就是这里是两个现在最大的 XR 平台上面的应用数量，以及两个主要的移动端平台的应用数量的对比。从这个数量级上的差距，我们能看到，就是 XR 平台它作为一个新兴的平台，在整个应用生态的上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然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有很多原因也不是某一项技术就能一下子都能解决。但是我想，Web 技术它有一些我们说的优势，就比如说比如说我直接说吧，就是我们有大量的开发者，我们有就是丰富的开发实践，以及说我们这种完善的生态链建设。那这些我觉得对于一个新兴平台来说，跟它做融合，就是对于丰富它的生态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另外 ，Web 也有一些传统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跨平台标准化以及就是说我们的动态化部署，这些优势和特点，也就是说一直我们促使我们就是促使我们在 XR 平台上应用 Web 技术的一些原动力。现在在XR 平台上的 Web 技术能够看到两条不一样的发展路径，一条就是我们基于 Web XR 标准，然后应用在一块画布上，用 WebGL、Web GPU 这些底层的渲染 API 去绘制整个场景的内容。那这样绘制的出来的场景，它是一个独占式的，就场景里面它只有 Web 渲染的内容。所以我这里叫 exclusive， 就是独占式的。然后另一条路径，我在这里称之为 progressive， 就是渐进性的，就是我们在已有的 HTML、CSS 这些标准上，就渐进性的去添加3D 能力的一些增强。那这里也包括就是在实现的效果上，就 Web 的内容，它可以跟来自系统的内容、来自其他应用的内容、原生渲染的内容，在同一个3D 空间里面做一些混合的渲染，就是说可以把一些现有的内容。在一些现有内容基础上去渐进性的添加 Web 的内容。然后对这两条路径，我想再进一步的介绍一下，就是Web XR 左边是 Web XR 一个应用的主要的生命周期，基本上就是说开发者他先经历一个初始化的阶段，他先去请求一些渲染资源，请求进入 Web XR 沉浸式的 session， 然后就进入它的主渲染循环。在主渲染循环的每一帧里，开发者去从用户侧更新用户的最新的状态，然后用这些状态去调用，比如说这里的 GL API 去绘制整个场景的内容。就它最终的绘制目标就是像这张图这种，类似一个这种形状的一个 frame buffer， 它在双眼绘制一些稍有不同的内容，
来给用户造成一种处于一个3D 空间的这么一种错觉。然后，那从整个这个流程上，我们就能看出来，它绘制的内容，它是直接用这个 frame buffer 去上屏的，所以就是场景里面就只有用这种方式渲染出来的内容，没有其他的内容。然后在生态当中，在外部生态当中，也有一些成熟的渲染框架已经对 WebXR 做了适配。当然我们昨天也听到了蚂蚁的老师他们自己的渲染框架，那这里也有另外一个渲染框架，就是它在一个已有的非 WebXR 的，就是 HTML 传统的一个3D 场景里面，就基于 Canvas API 的，然后只需要做这种很简单的几行代码的适配，就可以把一个已有的场景去在WebXR 的沉浸模式里面去渲染，所以把 WebXR 的开发门槛已经就上手的这个门槛已经降得很低了。然后也有一些框架就更进一步，把 WebXR 底层的这些细节都封装在了一些 HTML 标签的这种语法里面，就是你可以就直接用声明式的一些东西就直接渲染到沉浸模式里面。那这种语法其实它只是一些语法的包装了，就是它实际上也没有说能够跟HTML 就传统的我们的 DOM 内容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渲染，因为这是 WebXR 的本身的一个性质决定的。然后另一条路径就是我们说的混合渲染这种渐进性的路径，就是因为 Web 引擎就是现在标准实现的 Web 引擎，它最终输出的都是一块2D 的缓冲，所以要渲染一些3D 的内容，比如说一个模型，它就必须要借助于一个更底层的一个系统级的能力再去做。所以目前的做法就是说，我们一般就是说，在 Web 一个网页渲染的过程当中，把3D 内容提取出来，然后把它的描述信息直接发给系统底层的一个 runtime， 然后让它完成一个3D 内容的渲染，然后其余的2D 内容，就是 DOM 其他的内容，然后我们还是经过 Web 引擎的传统的渲染流水线。最终输出的还是以2D 纹理面片的形式，最终也是到系统级的 runtime， 然后跟3D 的内容做一个混合。现在在业界能够看到最早的实现是 Magic Leap 1代的一个实现，就是它这里是它一个浏览器，就是能够在3D 空间里面把一个动图从它的主面片里面脱离出来。现在在苹果那个 Vision Pro 的 Safari 上也看到了这种 HTML 标签元素的定义。就可以用这种声明式的语法，直接在3D 空间里面去渲染一个模型。就是它的渲染实际上也是依赖于底层的Reality Kit 提供的3D 的渲染能力。那我们也提供了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我们提供了一套渲染框架，针对就基于 Chromium 嘛，针对XR 空间的一些3D 渲染的需求做了一些改造，然后。我们支持所有基于安卓平台的 XR 操作系统，在 API 方面，我们支持 WebXR， 也支持这种混合渲染，就是标签式的声明式的语法。然后在 API 上面还就是在客户端的 WebView 这个 API 上做了一些沿用和扩展。然后运行方式上，我们有2种运行方式，一个是我们叫 Standalone， 就是把一个 Web 应用，这里主要指的是 WebXR 应用，把它打包成一个客户端的应用。那另一种渲染方式就是集成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集成到一个3D 引擎，像 Unity、Unreal 这种引擎，或者集成到一个系统级的 runtime 上面。然后先介绍一下我们在 WebXR 就是exclusive 这条路径上做的一些扩展和增强。WebXR 应用的第一个我们说问题吧，就是页面导航相关的问题。就是体验上，从一个浏览器标准实现的 WebXR 里面，你要想进入一个沉浸模式，用户必须要先经过一个2D 页面2D 形态的一个页面的中转，就类似于这种，就是浏览器先打开它的2D 版本，然后通过一个手动触发的一个行为来触发进入沉浸模式。那这种限制在这种体验上的一个折损。在Web 在浏览器这种开放环境里面当然是必须的，但是在我们这种打包应用上面，其实它的这种用户的确认已经包含在用户下载安装应用以及从 Launcher 里面点击这种行为里面了，所以在我们打包应用里面可以把这种行为给它就是这个限制去掉，就可以让开发者直接在代码里面去请求沉浸模式，所以运行的效果大概是这样。
从 Launcher 用户从 Launcher 里面点击，然后经过一个开发者在打包过程当中可以去自定义的一个过渡动画，然后就直接可以进入沉浸模式。现在Pico 系统其实也支持类似的体验，就是如果我们支持了一个Pico 系统上支持一个 PWA 的 Immersive 的扩展，那如果一个应用声明为自己是 Immersive PWA， 那么安装之后它的体验也是一样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说跳转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你想从一个 WebXR 的沉浸模式的页面跳转到另外一个场景，那其实也要先打开一个2D 的页面，再跳转到再由用户手动点击进入沉浸模式，类似这样，就是想要实现一个比如说传送门这么一个场景，那点击之后先要打开一个页面，等这个页面加载完成之后，用户再去点击才能进入第2个页面的沉浸模式，那这个体验其实也是有一个中断的一个状态。然后在社区里面，其实对这个问题，也已经有了一个解决的提案，就是用这个 WebXR Navigation 这个草案，我们把上一个页面的渲染资源在页面退出之后保留一小段时间，通过这么一个事件来传给第2个页面。我们的方案里面也支持这个草案。然后WebXR 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2D 内容的渲染。我们知道就是在Canvas API 在 WebGL API 在一个沉浸式场景里面去渲染2D 的内容，目前只有一条路，你需要把2D 的这种文字这种表单先渲染到一个离屏的纹理上，用 Canvas API， 然后再把这块纹理在空间里面做一个贴图。那如果对这个效果要求比较高的话，你需要用一些3方库，在这里比如说它要处理字体，它要处理用一些非标的一些接口去处理文字的排版，那它其实对整个的性能，包括产物的体积，包括质量，其实都有一些负面的开销。那我们能不能说直接用2D，就是 Web 引擎这种强大的2D 渲染能力，直接用 DOM 的能力去渲染一些2D 的内容？那我们的答案是可以的，就是我们把WebXR 的 DOM Overlay 直接扩展到3D 空间。就是效果类似这样，我们先打开一个 DOM 页面，然后进入到沉浸模式之后，它其实这个 DOM 页面可以不退出，然后就是跟 WebXR 在空间当中做一个合成，然后并且Web 的内容就是 DOM 的内容跟 WebXR 的内容可以通过这个按钮做一些交互，就是在这里通过这个按钮去控制这个一个简单的交互，就是控制这个 FPS 这个 metric 要不要展示。在实现上，WebXR 跟DOM 的内容，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时序上是有一些差别的，它中间的那个延迟会差几帧，所以我们在实践上，在 WebXR 这个上屏之前，会用 WebXR 的那个深度缓冲给它做一个姿态上的矫正，用一个 ATW 叫异步时间扭曲这么一个算法，做一个姿态上的矫正，就保证 WebXR 的内容跟DOM 的内容。它们在姿态上是同步的，就是让用户不会产生一种不适感。另外就是要指出我们这个现在的实现还是有一些局限性，就是 Web 的内容跟WebXR 的内容跟 DOM 的内容，我们能做到这种空间上的深度的叠加以及遮挡，但是目前还是作为2个系统去渲染，就是WebXR 这边的，比如说一些光照的效果，或者说这2部分要联合处理一些事件。这块还是有一些限制，就没有能够很好的处理，所以在那个交互上还需要做一些限制一下。然后另一个问题是说开发者和用户的体验。那开发者关心的可能是说，用一个纯 Web 技术去开发的应用是不是能够达到跟用原生技术开发的应用一样的这种能力边界？比如说，开发者可能会关心，如果他想用一些离线化的技术，去增强页面的加载体验，或者说，使用系统的一些原生能力，那这个能不能做得到？我想这个问题对于 Web 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的解决思路也是说，我们借用我们怎么说，充分的利用已有的这些项目。这些已有的外部标准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我们在我们的解决方案里面支持这些最新的标准，
但是同时，因为我们公司就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吧，就是公司内部也有一些基建，对这些能力也做了一些扩展，所以我们在实际给业务用的时候，也跟公司内部的基建做了一些集成还有扩展。然后在渲染性能方面，首先 Web GPU 昨天很多老师也讲过了，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很多开发者能够更多的用起来，能够看到实际的数据。然后我们在的实现当中支持了 WebXR Layers 标准，就开发者可以把不同更新频率的这种内容来去渲染到不同的 Layer Buffer 上，由系统的合成器统一去渲染，就避免应用层渲染的一个开销，应用层去合成的一个开销。然后我们也特有的支持了在 Worker 线程上去跑 WebXR。这样就在一些比较重的场景，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3D DOM overlay 这种场景，能够把更多的东西，把主线程上的一些阻塞调用更多的 offload 到worker 线程上。然后，对，这是我们改造过的一个 IDL。然后这里我就抓了一个Quest 的商店和 Vision Pro 的商店上面的一个热门应用的列表，可以看出来，它就是能够看出来，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应用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 Quest 这边更多的是一些重3D 渲染的，我们说这种沉浸式的或者说 exclusive 的独占式的应用。那 Vision Pro 这边好像就要就更多元化一点。那这里我们的思考就是说，XR 平台最终要成为一个通用的平台，那可能这2种 case，包括这种沉浸式的重3D 渲染的 case，以及一些更加轻量化的，或者说更加能够充分利用 XR 设备的无限的渲染空间的这种特别是多任务的场景。那这种场景下面，可能说我们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说混合渲染或者说渐进式增强的这种路径。可能也是值得探索的一条路径。另外，其实对于重3D 渲染的这种场景来说，可能不同的业务形态上，那可能也有不同的需求。就比如说有一些运营页面，它的开发周期特别紧，有时候要倒排，然后或者说有的时候它要有一些很强的动态化的需求。那这种运营的业务，那很多在传统上，在其他平台上，它就是由 Web 技术以及相关的技术来去承载的。那在 XR 设备上，我们会认为也有很大的，就 Web 技术也有很大的用武之地。然后这里也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Pico 平台上也会有一些运营活动。这个运营活动就是用一个纯2D Web View 在3D 的一个场景里面做的，然后它实际展示的效果就是一个3D 空间里的一个面片。那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表现效果、表现力上，它还是有一些提升的空间。如果能在3D 的空间里面跟用户做一些简单的交互，或者说显示一些效果，那这个业务的实际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这就引导我们走上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这种混合渲染这种技术的探索。那这里有一些其实也是不是我们首创的一些 API， 也是前人走过的路。那这里第一个就是Detached CSS， 这个就比较直观了，就是我们能让CSS 真正的在3D 空间里面去定位一个元素它的3D 的 transform， 包括做一些3D 的动画。那我们可以直接看效果，就是这里有一个视频播放器的页面，那这个页面整个都是由一些面片去组成的，播放视频，然后会有一些空间上的一些 hover 的效果，以及空间上按钮的点击的效果，还有一些 CSS 的动画。当然，这个页面都是我们开发同学自己做的。如果有专业的前端或者专业的设计师，这个会更加酷炫一点。不过大家可以看个意思。对，这个可以飘过来。然后另一个功能是 Model Element， 就是它可以直接在声明式的在3D 空间里面添加一个3D 模型，然后它可以跟刚才说的 Detached CSS 做一个结合。然后左边是我们在代码仓库里面的一个 IDL， 就是我们就现在做的功能还是相对基础，就是能够定一些基本的行为还有交互。然后在格式上，我们支持一些标准的格式，然后因为我们要跟
3D 引擎相结合，那实际上也会支持一些3D 引擎 native 的一些格式 ，Asset Bundle 这种。然后也可以直接看视频的展示。就是这里面有3个模型，一个是这个红色的小火箭车，一个是后面小女孩，还有整个后面这个背景的天空河，这也是个大模型。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天空河这个模型的内部，然后我们实现上的特点，一个是支持模型的动画和就是这个轮子在转，然后以及它的这个空间上的这种位移，这个是有那个3D CSS 就是 CSS 动画去做的。然后我们也支持，在下面这个变色的小方块是一个 DIV， 我们支持模型跟2D 的面片的这种 CSS 的同步动画。然后就可以再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实现原理。就架构上，我们支持同一个空间里面具有有多个这种Web 页面去渲染，然后其中任意一个页面可以运行一个 WebXR 的沉浸模式的应用。那 WebXR 输出的是一块 frame buffer 了，然后就非 WebXR 的页面，它输出的就是 DOM 的内容，它输出的是一个一个的渲染单元的原信息，这里就包括面片和模型的一些原信息，就描述信息。那这里的共有的信息是这个渲染单元的 TRS， 就是3D 渲染里面常用的位移旋转缩放。那对于面片和模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面片的渲染是由Web 引擎去渲染的，所以我们会把Web 引擎渲染出来的2D 的一个结果，一个纹理，在 GPU 上的一个资源 ID 也放到这个描述信息里面。那对于3D 模型来说，它的渲染是要靠底层的3D 引擎去渲染的，所以我们在 Web 引擎侧只做它的加载、排版，还有加载、排版，然后我们就把它的2进制数据也给到3D 引擎，由3D 引擎去渲染。所以我们这2种运行方式上，就是 standalone 模式下，我们会做一个基础能力的3D 引擎，然后去把上述的这些信息在3D 空间当中做一次合成，然后底层就直接对接系统的 OpenXR API，在这种集成到3D 引擎这种 embedded 的模式下面。喂。渲染插件来跟这种 Unity 或者 Unreal 这种引擎去做双向的信息的互换。这里是我们集成到 Unity 里面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个 WebView 封装成一个 Prefab，然后 Unity 开发者就可以用他熟悉的方式来对这个 WebView 的一些，比如说 URL 啊这些位置啊这些东西做一些配置。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整个渲染管线或者是渲染的流程，就简单说几个部分吧。首先就是在 Web 引擎的这种核心的渲染的流程里面，我们主要是对这个合成决策这一步做了一些改造。我们就保证，这主要就是保证每一个我们说的渲染单元，就是2D 的面片和3D 的模型，在空间里面都成为一个独立的，都能有它自己独立的原信息，并且能够保留它在3D 空间里面当中的3D 变换。最终也是输出给我们底层的渲染引擎。在整个应用的这个主渲染线程上，或者说从我们的宿主看过来，那它跟 Web 引擎或者说跟我们渲染框架的这个交互是通过几个回调来实现的。首先一般他们每帧的工作基本上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把 Web 渲染引擎在这一帧需要的信息传给 Web 引擎，然后再从 Web 引擎去同步最新的我们刚才说的每一个原信息，包括 WebXR 的 frame buffer， 然后它把这些信息再跟宿主的其他内容在空间当中做一个合成和混合渲染，然后也包括把事件也发给 Web 引擎做处理。我们整个的 Web 侧这个渲染架构是基于 Android WebView 改造的。那如果对 Android WebView 有一些了解的话，您可能会知道，就是 Android WebView它在渲染的过程当中需要跟 UI 组件数做很多同步的工作。那这里我们在3D 场景当中，其实这些同步的开销就可以省略掉，我们把整个流程简化了一些。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XR 设备上它的帧率的要求，就运行帧率一般是要求比较高的，一般是72 FPS、90或者更高。
就如果偶尔卡一帧的话，用户会很不舒服。那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把宿主的主渲染循环，跟我们内容的这种上屏的内容的更新的循环做了一个解耦。我们会在中间有一个 XR 这个 Frame Manager 这么一个数据结构，或者说有一个跨线程的这么一个对象，然后它来管理帧数据，然后会维护一个当前随时可用的非阻塞的一个帧数据。然后当应用的主线程请求需要最新的帧数据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帧数据非阻塞的直接给到渲染的主线程。然后它现在目前正在更新的这一帧的数据，它的更新可能会有一些阻塞的任务。就是外部的引擎，它其实不是为了这种高帧率而设计，它会有一些长任务。那这些长任务，它有可能它的执行有可能会跨越多个帧。那等它执行完成之后，我们再把Active Frame 跟那个目前正在更新的 Pending Frame 做一个交换，然后再把 Active Frame 相关的资源给它释放掉。那这里其实也是一个外部引擎里面使用过的一个策略，就是用延迟来去换FPS 来去换渲染的帧率。这里我们也是借用过来。然后在3D 空间里面去渲染外部内容，也会遇到一些我们以前不会遇到的问题。就比如说这几个面片，它在空间里面，它在 CSS 里面，它的大小是一样的，但是在空间里面，因为用户的位置包括动画的一些关系，它实际渲染的大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这里也会做一些LOD， 就是我们会去计算这个纹理它最合适的大小是什么，然后在外部引擎侧直接渲染到一个最合适的大小。然后因为就涉及到这个面片的朝向，我们也会做这种各项异步过滤。总之就是对这种性能以及渲染的质量，然后需要做一些3D 场景里面特有的一些优化。然后就是外部页面里面这种坐标系以及空间的坐标系这两者之间的互相转换，其实也是开发者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也提供了一个便利函数，做两者之间的互相转换。另外这有一个我觉得有点意思的小点，就是 scroll 的问题。在2D 空间里面我经常用，但是在3D 空间里面，如果所有的面片它都相对于它的主面片去定位，那如果你 scroll 这个主面片，你会发现好像整个世界都被 scroll 了，这个体验是不太好的。那包括如果有一个子面片，它有一个长文本可以 scroll，这个如果 scroll 到底了，然后你再 scroll，其实做一个 scroll chaining 之后，也是说整个页面所有的面片都被 scroll， 这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然后这里有一个 case， 就是为了说明的是，在空间里面想要做这种精确的scroll， 或者说文本选择，或者说输入，这些特别是你用手柄，这体验都是不太好的。这每个 case 吧，都是需要我们跟就是页面的开发者做一些合作，出一些方案。然后其实在3D 空间里面，这种外部的交互，我觉得也有很大的这种创新或者说去拓展的空间。我们需要制定一些新的交互规范。然后这里也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把3D 的模型跟我们的面片做一个在动画上的同步，就是我们希望这个模型它展示的时候，它作为一个奖励展示给用户，它上面需要有用户的头像跟用户 ID。那这些东西它是动态的，它很适合用外部面片的形式去实现。那因为动画它本身有就是模型它本身有动画，那我们的面片怎么跟模型的动画做同步？如果用CSS 的动画，你需要一帧一帧调，这个是很麻烦的。那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长话短说，就是我们在模型上会放一些类似槽位的这种概念，就是有一些模型的节点，我们会要求这个模型上必须有一些节点，我们可以在运行期去找这些节点，然后开发者在开发页面的时候，可以用这种声明式的标签语法，去直接去把一个面片匹配到对应的节点里面，然后再跟模型做同步的动画。那实际的效果就类似于这个视频。那我们在就模型上面就可以贴这种面片，然后让这个面片跟模型做这种同步的弹出以及呼吸的效果。
我们在Vision Pro 上也看到了类似的 API。我们觉得这个功能虽然我们添加了一个非标的这么一个 API， 可能它解决的也是一个通用的问题。那它的功能可能也是比较强大的。就比如说你要实现一个全景视频，用这种 API 可能就会比较简单，就是把一个视频的面片贴到一个随便什么形状的东西上就行。然后这里最后就是一些补充信息了。我们的方案目前在抖音 VR 直播里面上线，并且已经支撑了多个运营活动。然后我们也在业界也一直能看到，在这个方向上，就是混合渲染这个方向上，一直有一些厂商在这方面有持续的拓展和探索。并且I wanna echo what François mentioned yesterday about how this technology improves the accessibility of this content,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point, and I want to steal it and add it here. And I also want to add that this technology can improve the discoverability of the content, because you can just index this content more easily with more interoperability with the existing web. So, yeah, 我就是想到昨天那个方所说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今天可能更多的是介绍一些比较浅显的东西吧，更多的是暴露了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去解决，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向也有很多的潜力可挖。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力量可能是很弱小的，但是我们相信社区的力量，也相信开放共赢的力量。谢谢大家，我今天分享就到这儿。对，然后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Pico 内部据我了解，可能在这方面也会做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尝试。然后我不知道 Pico 的同事今天可能会过来，然后大家可以去交流一下。谢谢。